卫星图显示003航母完工在即，这艘航母在未来亚太局势中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它将如何斩断美国的3条岛链？003航母的舰载机又会有谁？随着正在长兴岛江南造船厂建造的003航母正在一点一点完工，这艘航母已经获得了持续的关注度。从最新的卫星图来看，003航母的舰体基本成型，正在安装电磁弹射器。第2部电磁弹射器出现工棚，并且升降梯也搬运到航母船坞内，等待安装。按照目前的进度来推算，003航母可能将在2022年第1季度就能下水。作为一艘电磁弹射航母，003航母也将在给中国海军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台媒预测，003航母大概在2025年能形成战斗力，这也符合当前003航母的进度。不过，近年来西方媒体却不断炒热中国周边局势，甚至一些媒体预测中美可能会在2027年前后围绕着台海问题在西太平洋爆发军事冲突。如果真的成为现实的话，那么在当时已经具备相当战斗力的003航母也必然会发挥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么003航母对于改变亚太战局究竟有何作用呢？近日，中国官方军事杂志《舰船知识》的一篇文章中，模拟了解放军攻台场景，并且指出，解放军攻台面临的最大对手就是美军，而能否在西太打败美军，其关键便是能否突破第2岛链。作为中美2个拥核大国而言，实际上2国都不愿意将战争扩大到全面战争的程度，因为这就意味着双方的核武器能进行互相摧毁。但是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亚太局势，中美2国进行一场区域性的有限军事冲突还是存在可能性的。为了针对中国，美国早就在太平洋拉起3条岛链。第1条岛链最靠近中国，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而且朝鲜半岛南方的韩国也被视为第1岛链的一部分。第2岛链则是以关岛为核心，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和美国的马里亚纳群岛等岛屿组成。另外，后方依托驻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美军基地作为补给力量。第3岛链则是以夏威夷为中心，北起阿留申群岛，南到大洋洲一些群岛，并且美国本土可作为后勤中心。对于中国而言，想要在西太击败美国的军事力量，就得考虑如何斩断这3条岛链。为此，中国依托东部的海空军与西部的火箭军，以及天基卫星系统，在西太构建了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用于应对亚太突发形势，也旨在与美国的岛链针锋相对。目前普遍认为，随着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完善，美国很难在台海或者南海的直接军事冲突中占到便宜。如今，中国拥有强大的海空军力量，对比第1岛链的美军及其盟友，其实是占到绝对的优势的。像歼20战斗机、辽宁号与山东号航母战斗群，以及东风21D、东风17这样的武装力量，足以肃清第1岛链内的美军力量。至于第2岛链，其核心关岛距离中国大约有3000公里，而中国的关岛快递、东风26以及轰 6K 都能将其作为目标。可以说，目前的中国军事力量突破第1岛链攻击第2岛链是没有问题，但难点在于如何去突破第2岛链攻击第3岛链。在亚太战争中，战线越长对中国越不利，而美国却可以依靠第3岛链不断增加后续力量。夏威夷距离中国大陆大约有8000公里，这个距离基本上要动用洲际导弹或者核潜艇才行。但这样做随即引发的便是核战争，没人敢承担风险。那么，如何用常规力量来威慑第3岛链呢？此时003航母便派上了用场。根据舰船知识的描述，美国可以迅速部署军事资源，包括 B-1B 和 B-52重型战略轰炸机，形成与中国长期冲突的局面，这对中国并不利。因为美国的军事资源要比中国雄厚得多，必须要有力量威胁到美军在太平洋的腹地，而003航母可以行驶到夏威夷附近，扭转战略局面。一旦003航母对美国第2、3岛链形成威慑，拖慢美军的支援步伐，届时将能把美国军事力量排除在台湾问题之外。然后，解放军可以利用东风16弹道导弹和东风10A 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瘫痪岛上的机场、预警系统和防空导弹基地。之后，由歼16多用途战斗机摧毁能够作为军用飞机跑道的小型机场和高速公路。
由此产生的空中优势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到那个阶段将穿越台湾海峡的解放军士兵的危险。完成军队登陆后，基本上战局就已经确定了。也就是说，003航母可能不会直接参与攻台作战，却依旧能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当然，要威慑美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应对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美军也制定出全域联合作战、海空一体战术以及跳岛战术等。简单概括就是，利用美军在各岛链之间的联系，构成一张巨大的战争网络，使其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个网络中，美军将与盟友进行情报共享，而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海军与空军，并且美军的航母与周边空军基地将会作为美军的指挥塔，通过侦察机与卫星获得的情报互相配合，发动攻势。对此，003航母的战斗力也需要经得起考验，而航母战斗力的根本在于舰载机，这就需要来看003航母未来的舰载机能否承担起大任了。从目前的情报来看，有2款飞机基本锁定了003航母的上舰名额，其一是去年首飞的空警600预警机，这也将是E2鹰眼预警机之外全球第2款固定翼预警机。舰载预警机将能扩大航母战斗群的侦察范围，要实现远洋作战可以说是必备的。而另一款飞机就是弹射版歼 15T 战机了。我们知道歼15战斗机目前是辽宁号与山东号的标配，而此前歼 15T 在央视就有过亮相。专门为歼15改装一款弹射版，必然是为了登上003航母做准备。但是歼 15T 恐怕只会是003航母舰载机的过渡产品。中国正在研制一款新型隐身舰载机，对标美国的 F-35C 舰载机。关于新型隐身舰载机，此前有着不小的争议，但随着武汉水泥航母上出现了 FC-31战机的模型，似乎沈飞的 FC-31战机改造成为了003航母的舰载机，逐步成为共识。但可能会登上003航母的另一款舰载机更让人感到意外。在最近的珠海航展上，在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出现过的攻击11无人机首次展出。航空工业总经理助理周国强表示，虽然攻击11和 FC-31名字中并未出现20，但都是20家族的关键成员。将攻击11提升到与歼20、FC-31同一高度，可见其重要性。攻击11是一款隐身无人机，名号为利剑，具备不俗的作战能力。前不久，中国航空工业海报中，攻击11无人机与 FC-31战机同框出现，2款战机就已经被绑定在了一起。攻击11采用单台发动机，前3点起落架，并且其前起落架设计为双轮，这使得攻击11在起降时具备抗震的特点，因此可以在舰船甲板上起降。有专家认为，攻击11是可以登上航母的，并且能作为 FC-31的僚机，与 FC-31进行联合作战，极大提升航母战斗群的战斗力。